这是日本人拍的一部中国抗日剧。日本入侵中国东北，一名叫西代的日本护士被派到中国战场，而成为战地护士的这段时间，西代发现日军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是来救中国人的，反而在疯狂的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他开始迷茫了，自己热爱的国家竟然骗了他。1935年，西代完成任务回到日本，面对乡亲们的夹道欢迎，西代却眉头紧锁。在欢迎会上，学妹小春很羡慕西代可以为国效力，西代却说他以后不会再做护士了，还准备说出日军对中国有多残忍。可护士长打断了他，让他不要乱说话。回到家之后，西代再也忍受不了这个虚伪的国家，也忘不了男友中川，所以她孤身一人再赴中国，嫁给了中川。1年后，他们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叫博仁，在村子里幸福的过了5年。这时的日军在太平洋战争进入尾声，许多伤员被送到西代所在的村子，学妹小春也被派到这里。他们劝西代回来当护士，西代很犹豫。可这天，儿子博仁脚被划伤，感染了破伤风，经过医生和护士的全力救治，才得以康复。博仁立志以后也要成为一名医生，而西代也重燃救死扶伤的理想。在丈夫和儿子的送别下，她再次投入到护士行列，去救治前线受伤的士兵。虽然不认同日军对中国的侵略，但红十字的理念是不遗余力救人。1年后，美国介入二战，日本开始节节败退，已经在亡国的边缘垂死挣扎。他们开始大量向平民征兵，去太平洋战场当炮灰。中川也被征兵，前往中国战场的前线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将博仁交给大哥照顾，也来不及通知妻子，就被送往战场。1945年8月，苏联对日本宣战，并出兵中国东北，日军被打得溃不成军。西代所在的医院有大量伤员送来，可有一名伤员没有被抬下车。西代很疑惑，原来这名士兵一只手和一双脚都被截肢，虽然还有一口气，但已然是活不长了。日军准备直接把他埋了，可西代认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应该救。当他把这名士兵抬进医院时，突然听到背后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。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担架上的这名士兵是她的丈夫中川。